探春宴上，我提议公主玩飞花令，对答不上来的，要罚饮酒作诗。孟羽不忍他那刚回京的白月光书酒难堪，当众3次替他挡下酒杯。宴会结束后，他怒气冲冲走过来。飞燕才从关外回京，这些年他跟着他父亲受了多少苦，哪里有空背诗书？你尚未入门，别像杜甫一样容不得人。我默不作声，只觉得可笑。他不知道，第2天后，我便去找公主，答应了替她去胡地和亲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孟羽、飞燕与我自幼一同长大，年幼的我总追在孟羽身后，可他总是更喜欢飞燕多一些。他手里的糖果总是多分给飞燕1块，得到的实心玩具也总是先给飞燕玩。飞燕11岁那年，他父亲归德将军因触怒了圣上被贬离京。飞燕走的那一天，孟羽哭红了眼，眼里的光也被带走了3分。之后他入选太子伴读，而我被选为公主伴读。从此只剩我跟在他身后，也算青梅竹马。两家人也曾说，不妨以后两家结亲。我满心欢喜，以为自此以后我在孟羽心里能多1分重量。可直到飞燕再次回京，我才发现孟羽眼里的光也跟着回来了。对一切漠不关心的孟羽，会放下手中的功课，陪他采办衣服、首饰，会主动约他去看七夕灯会，教他吟诗作对。孟羽心疼飞燕离京受苦，巴不得把这些年飞燕错过的都找不回来。听父亲说，归德将军在边关战死，圣上肯定了他父亲的功绩，降下垂帘，才允准了飞燕作为唯一的血脉回京。孟羽对我说，我只是把飞燕当作妹妹，并无他意。可3月前，我的吉机里，正当我为孟羽送的双鱼并地配开心时，转头却看见孟羽亲手为飞燕系上1枚双寿纹玉佩，说我们一同长大，我有父母操办吉机礼，飞燕是孤女，不能让她受了冷落。上月宫中中秋夜宴，猜对最多灯谜的人可以得到公主的嘉赏。灯谜可是我的强项，我胜券在握地告诉公主，我已猜中8张灯谜。孟羽却把飞燕往公主前一推，说飞燕猜中了10张。飞燕得到了全场的瞩目，公主赐她珊瑚嵌宝头面。我质问孟羽，他手中原有的4张灯谜是不是给了飞燕？他却说飞燕刚回京中，需要帮她立足，让我莫要小家子气。我们3人一同长大，我与飞燕并非毫无情谊。她需要安慰帮扶，我何曾不知，又哪里小气？珠宝首饰、珍贵古籍，京中贵女们最时兴的胭脂水粉，我采买时均想着给她1份，可这竟还不能让他俩知足。那日太子太傅特与女学生旁听工笔画大师讲学，我自小喜欢画画，便央求孟羽带我同去，想让大师将我新画的仕女图指点一番。飞燕知道后便要求带她，可她是武将之女，平时并不习笔墨，我便让她将这次机会让与我。谁知她竟委屈垂泪，说这几年离京确实疏于学业，不像我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孟羽也责备我小家子气，不肯谦让。我说我的仕女花了1月有余的时间才画好，希望得到大师指点1、2。他便更加恼怒，径直拉着飞燕踏上了去往宫中的马车。我一人拿着画卷站在原地，心中的酸涩伴随着雨点一起满溢。我才终于醒悟过来，不论过去还是现在，我都显得有点多余。1周后，孟羽拿着画师的手札坐在院里，等了许久不见往日我欢呼雀跃的身影，便有些疑惑。见我缓缓踱步过来，他又用责备的语气说，扶摇，还在生气？见我不出声，孟羽的责备似乎更多加重了1分。别这么小家子气，大师的手札我给你带回来了。我冷笑一声，不用了。孟羽皱起了眉头，虽然未能亲见大师，但你这么聪明，看看手札也能收获很多吧。我抬起双眸看向他，不用麻烦你了，公主见我喜欢画画，2日前已经请大师给我指点。孟羽颤了颤嘴角，下一秒就把手札重重扔在了地上。扶摇，你既有公主撑腰，以后这些小事不要再与飞燕相争。若是以前，我见她这样发怒，一定已经红了眼眶，但现在我只觉得可笑。这时
我那尚且年幼的妹妹突然飞奔过来，将我扑了个满怀，眼里泪汪汪的。姐姐，娘亲说她还舍不得你出嫁，我也舍不得。那日公主告诉我，若我真的想好了要替她去和亲，那3月后便要启程去往胡地。我心意已决，公主待我不薄。若我替她出嫁，我的整个家族也会因此受益。父亲年迈，兄弟还年幼，我必须担负起自己的责任。我擦干妹妹脸上的泪水，尚未开口，孟雨便皱着眉头开始讲话，言语中还带着一丝恼怒。扶摇，飞燕尚且没有着落，你怎么就开始思量婚事了？她是孤女，没有把她妥善安顿好之前，我不会成亲。也许是习惯了往日我的反驳，孟雨说完后顿了一下，可我已经听腻了说我小家子气的点评，便顺从地点点头，把地上的手札捡起来拍在她手上，夸赞了一句：小公爷宽宏。我的仕女图得到了宫廷画师极高的赞誉，一时之间在整个京圈都有了才女的名声。公主唤我入宫，看着我给她新画的画作，连连赞叹，转身又关切地问我：扶摇，你说替我去和亲，可是为了要气一气英国公家的小公爷？赌气归赌气，你可要想好，一旦和亲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你若反悔不愿和亲，我自还有其他人选。你心里要是还没放下那小子，他身边那个飞燕，我自有办法。眼泪不自觉开始在眼眶打转。为公主伴读3年，我的心事她都懂，而从小跟在孟雨身后10几年来的相处陪伴，满心的付出都只换回一句不要那么小家子气。公主早就看出了孟雨对飞燕的维护，几次想当众戳穿，都顾念着我的面子，又忍了下来。其实飞燕并未做错什么，我们一同长大，少年时的情谊还在。真正让人寒心的是孟雨。我平复了下心情，握住公主的双手，谢公主关怀。我知道，我要是去了胡地，连你也舍不得我。我想好了，就带你去和亲，不单于我，与整个家族都是好事。公主点头笑了笑，说那快去内务府，最近新进贡的黄杨木古琴，就当她给我的嫁妆，让我一并带去胡地留个念想。刚到内务府门口，就看见太子和孟雨已经在里边了。孟雨正拿着一把琴，对内务府总管说些什么，转而又低着头慌乱地解释：太子殿下，小公爷，这把琴公主先前就来要定了，要不你们还是选别的物件吧。内务府总管一抬头，就看见了我和公主殿下，顿时眉舒目展。公主殿下，您可来了。总管似乎如释重负。公主应了一声，转手便拂过孟雨手中的古琴，对我说：扶摇，你这样的才女，定要这把琴做嫁妆才最为合适。你看这木色，这琴音，刚好取了这琴瑟和鸣的吉祥意。孟雨在旁边又微微皱起了眉头。太子殿下开了口：妹妹，这岂不是巧了？这把琴你要赐给身边的扶摇吗？孟雨今日和我一起写的策论得到了太傅的嘉奖，他说他有位妹妹最近正在学才艺，我正也准备赏她一把琴呢。公主给我使了个眼色，又转头对太子说：这把琴是我先前就定下的，哥哥难道要夺人所爱？扶摇，你看这把琴你喜不喜欢？要在京中立足，必须懂得风雅之事。孟雨的妹妹在学才艺，不用想，也知道一定是飞燕学画不成，现在又要改学琴了。若是从前，我一定会另选其他，不让大家为难。但现在，我选择当仁不让。我越过孟雨，将琴横抱过来，轻弹了几声，琴声果然悠扬婉转。我抬起头对孟雨说：君子不夺人所好，公主殿下给我备下的嫁妆，小公爷该不会为了你的妹妹与我争抢吧？想必小公爷的妹妹早已精通琴艺，改日能否与我切磋一番？孟雨的眉头皱得更紧，脸色也青一阵白一阵。公主和太子则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太子拍拍孟雨的肩膀：好了，凡事有先来后到，这把琴就给扶摇吧。你不是说你那妹妹非你不嫁吗？另赏你一副琴，只要能嫁给你，你那好妹妹应该什么琴都没关系吧？我抱住古琴的手突然松了一下，琴险些落了地。还是太子动作快，迅速帮我把古琴拖了起来。飞燕非她不嫁，他要娶了她。我顿了一下，又清醒了过来。确实，
孟雨说要把飞燕的婚事妥善安排，安排给别人总是不放心的，自己娶了飞燕才是最好的安排。我谢过太子和公主的赏赐，抱着琴准备往宫门外走去。孟雨从后边追上来，仍是皱着他的眉头。扶摇，我先安顿好飞燕，再来娶你。他以无父母作为靠山，想必会被他人欺负。你放心，正妻之位还是留给你的。这琴，要不还是先给飞燕玩一阵。他弹琴正在兴头上，过久也就不喜欢了，到时候还是你的。听他这么说，我真的是气笑了。过往我为了他是多么委曲求全，才让他有脸这么跟我说话。公主在我们身后听见这番对话，快速走上前推搡了孟雨一下。这古琴是我赐给扶摇的嫁妆，他已经答应了我要替我去。我上前拉住公主的袖子，打断了她，叫下人把琴仔细收好，转头向孟雨行了一个礼。小公爷莫要连他人嫁妆都夺了去。小公爷义薄云天，等飞燕姑娘做了正妻，想要什么琴没有。说完，我便拉着公主走了。这次剩孟雨一人留在原地，他眼神中是说不清的复杂。自那日太子撞见公主赐我古琴后，他便似乎对我多了几分兴趣。不知为何，近来在公主殿里，太子独自前来踏访的频率高了很多。要么是夸赞我琴艺了得，连带着公主的琴技也有了提升；要么是赞我笔下的百花园画得生机勃勃，公主也得再努力精进。他也给了我许多赏赐，夸赞我是京中的才女。离和亲还有一段时日，我日日同往常一般到宫里陪伴公主。公主告诉我很多关于胡地的风土民俗，给我介绍胡地的可汗是什么样的人。公主也几番拉着我的手，问我后不后悔。她说距离册封和亲公主还有1个月，册封前事情都有转圜之地。我淡淡的摇头。这天，公主举办内宴，邀请年轻的王室宗亲和京中显贵到宫中赏玩。我便在宴会上看到了孟雨和她的未婚妻飞燕。只见她衣着华丽，一只手轻挽着孟雨，这做派谁见了不得，叫她一声小公爷夫人。两人站在一起，宛如天造地设，赢得了许多宗亲的称赞。不知为何，孟雨明明抱得美人归，却仍皱着眉头。她几次往我这边走来，都被我有意避开。公主心血来潮，让贵女们献舞，夺得头筹的可得簪花仕女图的真迹。我本就喜欢书画，听得有这头彩，难免心中雀跃。只见飞燕上前说她愿献舞一曲。作为武将之女，飞燕献上了巾帼花木兰，博得了阵阵掌声。太子不知何时出现，在我身后扯了扯我的衣袖。扶摇，我见你跳过霓裳羽衣舞，远在飞燕姑娘之上，怎么不上去展示一番？我不想与他再起争执，便淡淡摇了摇头。簪花仕女图随即被飞燕收入囊中，她得意地看了一眼孟雨，可孟雨的眼神却一直看向我，示意我介意不说话。我吸了一口气，点头同意。也好，就当是最后的告别吧。花园旁，孟雨左右踱步等待我上去，面色阴沉，仍是眉头舒展不开的样子。扶摇，你今日为何不献舞？我被问得莫名其妙。怎的？飞燕拔的头筹，不正是你想看的吗？是，飞燕马上就是心腹，理应让更多人看到她的优点。可是，就连太子都知道你歌舞乃是一绝，你理应上场献舞，这样飞燕才能更凸显她的特别，赢得别人心服口服，刚好证明她的实力。听到这里，我真的是气笑了。不让的时候说我小气，没想到我让的时候还要嫌我做戏没有做全套。我摇摇头说，你的心腹想出风头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孟雨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一些。扶摇，跟你说过很多次，不要小家子气。我们3人一同长大，飞燕作为妹妹，娶进家照顾天经地义。好个天经地义，自始至终孟雨都认为是我的错，是我擅妒，简直不可理喻。我淡淡看向他，小公爷，你听清楚了，你要娶谁都跟我没有半分关系，往后我也不用让着谁，我想干嘛干嘛，不需要任何人指指点点。孟雨的眉头舒展开一些，例行公事般地说，行了，别再置气，过一阵我自会去你家提亲，到时定会按飞燕的份给你彩礼。主母之位，
还得是你这太师之女来。飞燕只是孤女，无人依仗，今后你不要再对她处处刁难。我气不过，义正言辞地告诉她，你家主母之位，谁爱当谁当。我说罢转身离开，她也叹了口气，拂袖而去。距离和亲公主的册封还有2周，孟羽和飞燕成亲了。听说国公府上下装点一新，喜气洋洋，坊间都在传小公爷怜爱孤女的故事，重情重义的桥段甚至还被演进了戏班，传为一段美谈。孟羽更是亲自为飞燕添上10里红妆，用8抬大轿将飞燕迎进门。我每日陪伴公主，听她给我交代册封里的注意事项和亲要带去的礼物。距离册封还有3天，公主唤我进宫，说皇上拟定了几个封号，让我一起选选。出门时，我便遇到国公府的车马，听说是小公爷的心腹想念边塞风光，小公爷陪他一道出趟远门，全当是新婚后的小游。这样也好，我们可以就此别过。我到了公主府，听公主一一介绍封号的含义，却不知太子什么时候突然站在了我们身后。什么？谁说你要去和亲？太子神色紧张，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，我被他握得生疼，用力抽出手来。太子殿下，您弄疼我了。我替公主去和亲，是早已定下的事。我低声说道。公主也连忙上前，一脸疑惑地看着太子。哥哥，册封礼3日后举行，扶摇自愿带我去和亲。父皇这才拟了几个吉祥名，让我选一选。你这么紧张干嘛？太子听完，脸色变得一阵青一阵白，拳头也不由得握紧了起来。扶摇要去和亲，我绝不同意。距离册封礼还有3日，我这就去找父皇。太子行事沉稳，我从没见过他如此紧张。他说完便快步离开，剩下我和公主面面相觑。在下一秒，公主和我同时恍然大悟过来，原来太子近日在公主殿的频率变高，竟是因为我。想着想着，脸颊竟开始忍不住发烫起来。公主这就开始打趣我，扶摇啊扶摇，看来你这封号是不用选了，估计该选皇兄给你的太子妃封号了。公主，你休要拿我取笑。我追着公主打闹了起来。回太师府的时候，我仔细回想着太子殿下的一番话。近日来，太子有意于我，我并非毫无察觉，只是丝毫不敢再去想。还有3天，和亲公主的人选岂有说换就换的道理？一切只能听天由命。我回家等待奉诏，没想到竟等来了不速之客。2日后，母亲为我亲手梳洗打扮好，正在与我叙话。若是明日就行册封礼，今后去了关外，恐是很难再回家一趟。母亲拉着我的手，眼眶略有湿润。门外小厮来报，小公爷带着心腹上门来了。真是不见其人，先闻其声。飞燕嗓音清甜，又夹杂着些许羞涩。夫君，我们这就来道喜，会不会太快了一些？他看见我便急忙迎了上来。妹妹，你原来在这啊！我按捺住心中的不适，站起身来。飞燕，论年纪，你我虽是同岁，但我比你年长几月，你应唤我一声姐姐吧。飞燕似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回看了孟羽一眼。孟羽站在飞燕身后，皱着眉看着我。扶摇，我们舟车劳顿刚回到京城，还未回府，飞燕就说来看看你，你怎么还不领情？我没好气地瞥了孟羽一眼。他又继续说道，行了，你虽比飞燕大上几个月，但她比你早进国公府，你叫她一声姐姐也不为过吧？飞燕这才露出了得意的神色，挽着孟羽就要落座。母亲之前听我所说孟羽种种，还宽慰我莫要使小性子，这下亲眼见到孟羽对飞燕的一味维护，才彻底明白了我之前受的委屈，便走上前来，没好气地对孟羽说道，小公爷，你们新婚夫妇小游回来，还是早点回家休息。我太师府今日在等奉诏，恐怕没太多时间陪你2位闲聊。孟羽从未见母亲用如此生疏的语气对他说话，顿时神色一变。他微微颔首，向母亲行了一个礼，再转头看我，低声询问道，往日奉诏均由皇上下旨召官宦女眷入宫，往日你入公主府倒是常态，今日怎么会有奉诏？正在此时，管家通传，公主来了。公主进来一眼就瞥见了站在一旁的孟羽和飞燕，随即给我递了一个眼色，打趣地说道，
嫂嫂，父皇的旨意来了，还不快快接旨？啪的一声，孟雨手中的折扇掉在了地上，她的眼神满是震惊，颤抖着问：公主，你换扶摇什么？公主晃了晃手中的圣旨，对她说：嫂嫂啊，皇兄有意于扶摇，你封为太子妃，你们还站着干嘛？还不速速接旨？母亲听到旨意，满是欣喜。我未曾想到太子竟真的到皇上面前将我换了下来，更未想到竟下了旨，册我为太子妃。母亲忙着扯了扯我的衣袖，跪了下来，众人皆跪地听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太师府嫡长女扶摇，贞洁纯淑，德行有范，举止文雅，才情超群，特赐婚与太子为正妃，则即日完婚。钦此。谢过旨意，公主将我扶了起来，又打趣道：真没想到，给你准备的和亲嫁妆，竟成了给你当嫂嫂的嫁妆。一旁的孟雨早已乱了方寸，神色大乱，她踉跄着朝我直冲过来，双手握住我的双臂，使劲摇晃。扶摇，这怎么回事？什么和亲？什么太子妃？我用力把孟雨推开，双颊绯红，笑意盈盈，朝他举了举圣旨。小公爷，你没听清吗？我本要替公主去和亲，但太子联系我，请皇上赐了婚。孟雨脸色惨白。扶摇，那日宴会上你不是还准备把那把古琴做嫁妆吗？不是跟你说安顿好了飞燕，过久我就来提亲吗？我冷笑一声，抬起眸子看向他。不是告诉过你吗？你那主母之位，谁爱当谁当。孟雨收起神色，思忖片刻，突然又厉声道：原来如此，无论是赐为和亲公主还是太子妃，地位都远在国公府少夫人之上，怪不得你看不上我了。我对上他直勾勾的眼神，笃定的回应：孟雨，你扪心自问，到底是谁一边扮演情深意切的兄妹戏码，一边又想找门当户对的女儿与你相配？你才是虚伪至极，还想让我当你平妻的妹妹，我凭什么要受这份气？你给我听清楚了，我的闺名以后你休要再叫，放尊重些，你得称我一声太子妃。孟雨听得往后踉跄几步，被飞燕搀住，才险些没有摔倒在地。她羞愤难当，痛心疾首。我不过把飞燕当作妹妹，你为什么始终不肯放过？听她这么说，我只觉得好笑。刚才飞燕进门就说是来道喜，你当我是不知？莫非你们未卜先知得知我要册封特来道喜？还是你嫡妻未娶，就让平妻有了身孕，故意上门显摆？什么兄妹之意，统统是谎言。天下孤女不止飞燕一人，你怎么不更博爱些，将市井中的可怜之人都纳入国公府呢？孟雨嘴巴张了张又合上，被我说得无言以对，只好带着飞燕快步离开了太师府。孟雨走后，公主站在旁边抿着嘴偷笑。扶摇，一直看你对孟雨多有忍让，我都气不打一处来。今日你可算给了她一个措手不及，我看着都解气。我对公主笑了笑，又问过了和亲之事该当如何。原来是太子那日着急找到了皇上，阐明了他有意于我。册封在即，皇上本不愿更改和亲人选，太子一再坚持，说非我不娶，皇上才无奈你册宗室之女带公主去和亲。公主离开后，父亲带着太子一同回了太师府。父母亲十分欢喜，我们一家终于不用面对分别，年幼的弟弟和妹妹也围在我的周围。不用说，得到荣宠，太师府的名望更比从前胜出几分。晚饭时，父母亲拉着太子说了好多话，太子毫无架子，只说请他们放心，往后一定会照顾好我，不让我受一分委屈。我偷偷看向他，往日精致的侧脸已足够好看，现在的正面更是清绝，眉毛的线条刚劲有力，说不出的英气逼人，眼神中又泛着淡淡的光，一刹间看得我有些恍神。也许是被我盯着看了许久，他觉察到了，转头看向我，勾起一个甜甜的笑容。我耳根泛红，赶紧低下了头，继续吃饭。晚饭后，独剩我和太子留在庭院内，气氛顿时有些尴尬。还是太子先开了口：扶摇，刚才的晚饭是不是还没吃饱？来尝尝这个。说着，他递上了云和糖做的糖炒栗子。我心里一惊，这糖炒栗子是我在京中最爱的小吃，太子怎会知道？看着我又惊又喜的神色，太子扑哧一笑：
就知道你喜欢这个。你忘记了小时候你进宫哭着要这糖炒栗子，是谁给你买来了许多？我突然想起9岁那年我生辰，孟雨说好了给我买最爱的云和堂的糖炒栗子，可他在半道上遇上了飞燕。飞燕说她想尝一尝，孟雨便把栗子都给了他。我知道后一直哭，就连去到宫里都还在抽泣不止。是少年太子看到了哭哭啼啼的我，问了原因，立即叫侍卫从云和堂给我买了好多好多栗子，还亲手给我剥了吃。原来太子一直记得那个哭哭啼啼的我。我抬起双眸看向太子，刚想说话，就被他塞了一颗剥开的栗子到我嘴里。好甜。扶摇，你在我眼里一直很特别，我一直有意于你，奈何从小你便喜欢跟在孟雨身后，我便也不曾表达，只是远远地看着你。我连忙摇头，我早就不喜欢他了。太子脸上满是笑意，我知道，所以这次我不会再错过你了。随即俯身在我脸上轻轻吻了一下。太子的婚事早前就一直被催促，他总说太早，没有中意的人选。现在我被定为太子妃，皇上大喜，定半月后的吉日就尽早完婚。宫里送往太师府上的赏赐如流水，太子也亲自陪我选嫁衣，挑选合适的首饰，又按着我的喜好重新将东宫上下装点了一番。而孟雨则郁郁寡欢，听说他那日回国公府后，便把自己关在房间关了3天。飞燕见孟雨茶饭不思，顿时醋意大发，天天和他吵架。孟雨烦闷不过，他母亲眼见内宅不太平，就开始忙着张罗给他相嫡妻。孟雨倒也不拒绝，但他眼光极高，只相看从2品以上官员的女儿。京中贵女们哪个又是省油的灯？孟雨义薄云天照顾孤女的故事早就传得沸沸扬扬，可贵女们表面上夸奖孟雨重情重义，私下里都对她未娶嫡妻就先抬正妻之事议论纷纷。他们都认定了谁当他嫡妻就是冤大头，定要受他那位平妻不少气，因此都婉拒了相看。孟雨相看贵女不成，十分郁闷。飞燕得知后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日日在府内叫骂，说孟雨得了重情重义的名头，转头就要将她弃如敝履。终究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京中的后宅内院很快就流传开来，说小公爷既要关爱孤女的美名，又想攀龙附凤，步步高升。孟雨一时内忧外患，在宫中见到他时，他明显形容枯槁，身形也消瘦了很多。距离封禅里还有1周，我进宫随皇后娘娘祈福，回来时在花园转角遇上了孟雨，她双眼通红，叫我留步。扶摇，为何我们走到了这一步？我后悔了，我知错了。我看着他的样子，摇了摇头。小公爷，你结束了公务就快回府吧，莫要冷落了心腹。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可聊的了。孟雨连忙拦住转身就要离开的我。扶摇，你为何不听我解释？我承认，我确有私心，以为飞燕是我年少的白月光。我和你从小青梅竹马，习惯了你跟在我后边，是我忽视了你一直以来的付出。直到那日你被册为太子妃，我才明白过来，我心里最重要的人其实是你啊。每次我生病，你都关心我的身体；我受伤时，你每次都不忍掉泪。你回来吧，我会让飞燕谦让于你，我们3人还像小时候一样生活。我越听越恶心，倒吸了一口冷气。小公爷，还请你放尊重些。过去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，恐怕你心里最重要的还是权势和地位吧。念在小时候的情分，今日我可以饶你一次，以后休要再有非分之想，否则僭越太子妃，你知道当何罪论处？孟雨眉头紧皱，像失了魂一般，向我伸出了手，又停在了半空中。太子正好从花园穿过，走上前来牵起了我的手。扶摇，我今天做了你爱吃的点心，快随我去尝尝。我俩从孟雨面前离开时，太子淡淡回过头，对孟雨说，小公爷还是多吸取眼前人，回去照顾好自己的平妻吧，往后不用再入宫伴读了。孟雨哐地跪在了地上，看着我们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封禅礼举行得极为盛大，母亲为我盘好了发髻，又插上了太子为我打造的步摇。吉时临近，京城内到处锣鼓喧天，喜气洋洋。我在一众宫人的簇拥下，沿着红毯，乘着凤辇来到东宫。
只见东宫门口张灯结彩，太子早已在殿外等候。他笑意盈盈地看着我，随即牵起我的手，一起走入了东宫正殿。这一晚，红烛摇曳，我和太子两相对坐。扶摇，你今日好美。我低头婉转一笑，随即命下人把公主赐我的古琴拿了上来，打趣他道：没想到当日从你手中抢下的这把琴，如今却成了我进东宫的陪嫁。他则哈哈一笑，说：我这不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吗？我不禁莞尔。他突然一手揽住我的腰，把我拥入了怀中，我也轻轻靠在了他的肩膀上。扶摇，我多后怕，当时若是再晚一些禀明父皇，你就要成为和亲公主了。还好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我抬起头，朝他眨眨眼睛。所以你经常来公主府，是为了看我？他用手在我鼻梁上一划。不然呢？我刚想再说些什么，他的脸就在我面前放大，身形猛地附了上来，落下了一个又一个极具掠夺性的吻。婚后的日子平常却又甜蜜。太子虽然很繁忙，但一有空就陪我写诗作画。在听到孟雨消息时，是公主来东宫和我一起散步。公主告诉我，我与太子成婚那日，孟雨喝得酩酊大醉。他酒后失态，口中念念有词，说他一步错步不错，此生失去挚爱。飞燕吃了好大的醋，跟他扭打起来，被孟雨一掌推开，见了红。国公爷气急了，又恐孟雨再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话，索性说他得了失心疯，把他锁到后院去了。这段时间以来，他意志消沉，还写了休书，将飞燕打发出府了。若是他再这么下去，恐怕连世子之位都要被他兄长夺了去了。听着公主闲话，我心里已没有太多涟漪，只觉得有些可笑。孟雨心中的白月光，没想到落得如此下场，甚是令人唏嘘。想着想着，我突然泛起一阵恶心，公主忙扶住我，召唤太医。太医诊断后，急忙向我贺喜。原来我是害喜了，已有1月的身孕。公主又惊又喜，连连向我道贺，又打发下人去将太子叫回。太子忙不迭一路小跑回到东宫，高兴地将我横抱起，转了好几个圈。还是公主赶紧让他把我放下，小心摔倒，他才赶紧把我放了下来，将我拥在怀里。我含着喜悦的泪水，靠在太子怀中。太子身后，下人还拎着我最爱的云和堂的栗子。回想过去种种，我心里感叹，总有人视你如珍宝，从始至终。太子番外。9岁这年，父亲立我为太子，对我寄予厚望，对我的管教也极为严苛。少时的生活极为无聊，太子太傅每日耳提面命，我不是在学习经典，就是在马背上习武。第一次见到太师的女儿，她坐在门前的台阶上，哭哭啼啼，圆溜溜的眼睛眨巴眨巴，哭得甚是伤心。我问她哭什么，她说今天她生辰，孟雨说好要送她的栗子送给其他人去了。我不明白，一个栗子而已，有什么好伤心的？随即叫了下人到云和堂买下了所有的栗子，拿回了太子府。可他还是哭，我忽然心软了一下，就坐下来给他剥栗子吃。少年天子做起这些事来自然手笨，剥了半天才剥出2颗，直接递到了他嘴里。他吃着栗子，又看着我笨拙的样子，转而笑出了声，说我太笨。后来我们一起剥，一起吃，聊到了很晚。他说他叫扶摇，最爱吃栗子。栗子原来这么甜，这小姑娘真有趣。1年后，父皇为我选了伴读，我在宫里又看见了扶摇。原来她成了我妹妹的伴读。有了伴读，我读书的日子仿佛有趣了些。不是因为我的伴读孟雨，而是因为时不时能看到扶摇。每次看见她时，她都跟我妹妹不知在说什么，说得捧腹大笑。有时他们在捕蝴蝶，有时我妹妹在抚琴，扶摇在旁边伴舞。总之看见她的时候，那一天都跟着明媚起来。可是她似乎更喜欢我身边的孟雨。捕到的蝴蝶要问孟雨好不好看，有时还揣着几个栗子分孟雨2个。她大概已经忘了去年生辰是我给她剥的栗子。她还很聪明，有次太傅让我对对联，上联就把我和孟雨难住了。山山水水处处明明秀秀，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孟雨也想了2天，毫无头绪。恰好我妹妹带着扶摇来找我，听说了这事。
扶摇竟脱口而出：“这有什么难？晴晴雨雨时时好好齐齐。”我跟孟雨恍然大悟：“是啊，最近时常晴雨不定，可不就是答案吗？”看着扶摇得意洋洋的样子，突然觉得他甚是机灵可爱。有的时候我是羡慕孟雨的，她不像我，肩负着父皇和朝中重臣的无限期许。她的生活比我更多姿多彩，我只偶尔能在宫里见到扶摇，她长大了，出落得更漂亮，而扶摇却总爱跟在孟雨身后，对此我有些失落。孟雨的身边多了一个女子，是一位将军的遗孤。听说那是孟雨的青梅，原来除了扶摇，她身边还有这样一个人。几次见到扶摇，她都神色落寞。我不用问，也知道她是受了冷落。为了试探孟雨的真心，我将双寿文玉佩赐给了她。双寿文玉佩是母后送我的，不仅象征着权力与尊贵，更象征着圆满与和谐。我告诉孟雨，可以把玉佩送给她心爱的女子，两人必能恩爱一生。扶摇的及笄礼上，孟雨竟将双寿文玉佩送给了那位孤女。一切如我所料，孟雨并非扶摇良配。若是孟雨和他心心相印，我会选择在一旁默默祝福他。可现在我知道，我不能再等。扶摇不应被冷落，他值得被更多珍惜。这段时日以来，扶摇似乎不太在意孟雨了。我常借口去往公主府，实则是为了去看看扶摇又有什么新鲜事。那日他伶牙俐齿地从孟雨手中拿走了那把黄杨木古琴，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对对联时机灵可爱的少女。近来他走动公主府更加频繁，在京中的才气更是家喻户晓。妹妹也常调笑我，说不见我夸其他女子，似乎把所有夸赞都给了扶摇。是啊，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，扶摇哪一项不精通？孟雨已与孤女成婚，扶摇心情似乎并未受影响。像她这样的女子，总是拿得起，放得下，我不禁更加欣赏她。她也对我亲近很多，不知有没有感受到我对她不一样的目光。我暗自思忖，如何向她表明心意。听说父皇物色了人选，替妹妹去和亲。我去公主府看封号的时候，却得知人选竟是扶摇。难怪她近日总出现在公主府，她怎么能去和亲呢？我的心砰砰乱跳，问话时把她的手腕扣得生疼。好在距离册封和亲公主还有3日，一切还来得及。我急红了眼，急忙去找父皇。很少见我神色慌乱，父皇听完我的陈情，明白了一切。早就想让我成婚的他，立刻另改了宗亲王之女作为和亲公主。我悬着的心扑通一声落地，才发现早已浑身大汗淋漓。父皇则看着我笑道：“吾儿终于有了意中人。”看着父皇写下的太子妃封诏，我心想：扶摇，这一次我绝不再放开你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